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真的小，看不到那么多困难，就是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件你就冲就完了。对，那个时候就是哇塞，不用中考，哇，每天3点就放学，真的，这不很有诱惑力？的确，对呀、但是其实青少年的时候，你就是有那种冲动，就是还在培养你的冲动荷尔蒙在最旺盛的时期，让你不会看不到那么多不可抗力啊或困难什么的，看不到，就是有那个冲劲，就是一身的魂劲就去了。I was very hard on myself， 就是我很 determined， 我一定要干出一番新事业，对，一定要证明，就 prove to someone I don't know who that person is，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也不知道为谁证明，其实 no one cares。本节目内容均基于嘉宾及主持人的个人经历与观察，仅代表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专业建议。每个人的经历和处境不同，欢迎结合自身情况思考。节目内容经嘉宾同意后发布，对话已经过剪辑。欢迎大家进行头脑小风暴和讨论，如有不当之处呢，欢迎留言交流，友好交流，谢谢。OK， 欢迎大家来到 Some Reason 的第3期。然后今天邀请到了我就是今年认识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先让他来做一个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叫陈子。我要说我网名吗？你说呗。我网名是马小多。为什么会取名叫马小多？因为我小名叫小多，然后谁帮你取的呀？还能谁生我养我的父母们？对，然后现在在北京，之前在留学。但为什么你当初想要选表演研究？在高中的时候，在欧洲读的国际学校，然后他们是有戏剧课程。我一直是有一个东亚 mindset， 就是我应该学好数理化，然后学那种有用的学科，所以就没有学。但是学校它是有那种课后参加这个学校组织的演出之后，我们可以到外面去演出，就是全部学生组织的一个舞台剧嘛，相当于。所以那个时候课业压力大的时候，我放学会去参加那个production， 对那个舞台剧的去演啊什么的。虽然演了很小角色，但是解决了我很多就是学业压力啊，还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感觉找到一部分自己那种解脱感比较难忘吧。我就好奇，为什么你15岁？是15岁吧？对，快15岁，14岁刚出头一点。然后首先我去的那个我在北京的学校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其实是所有海淀家长从小学揪着小朋友头发，让他们一定要就是梦寐以求的那种 dream school 的其中一个。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哇，课业压力这么大，但是他们有很多那种外交活动，就是他会让我们去国外的夏令营看一下国外的小朋友是怎么样学习的。然后我在初2还刚刚上初1和初2中间去了一个在美国的一个 MUN， 你知道 MUN 吗？ MUN 模拟联合国 OK 那个营，因为模联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应试教育中国东亚小孩很难企及的，就是他那个时候好像在国内还比较新，很难触及吗？很难触及，就比较新的一个素质教育的那一框架里面的东西。Okay. 然后那个时候觉得不错，那就看一下。然后我一直英语比较偏科，然后当时英语老师觉得我可以就是把我还有另外几个英语比较好的同学就推过去，然后就去看了一下。我发现那边小孩虽然都很聪明，学习也都很好，但是他们在各方面都很优秀，就他的让我看到了有不同种优秀，而不是我成长环境里面那种只有单一化的优秀，就是你要排名要前10啊，各科成绩定义的那种优秀。然后就说我就有这个种子，然后就跟我家长聊，然后他们也在帮我去找一些这方面的。然后那个时候留学潮嘛，就是大家都把自己小孩从高中、初中想往美国、加拿大那个方向送。都会吗？会，就是北京那个时候是我可以说是20几年来，就是10年之后的所有小孩都是，包括可能都09之后了，就是奥运会之后的那一代，就是比较经济也比较稍微好一点，缓和，然后父母也挣钱了，然后小孩就想帮他出去让看看外面世界，这种很普遍。通常在马来西亚会送小孩出国看世界的话，差不多是在大学时期，很像18岁以后嘛，然后就出国留学。就我比较少接触到，就是高中就父母直接送出国，当然会有，只是我目前还没看过，所以算是新的一个，所以非常好奇。我那个时候年纪。然后就去到就是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真的小，看不到那么多困难，就是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件你就冲就完了。对，那个时候就是哇塞，不用中考，哇，
每天3点就放学，真的，这不很有诱惑力？的确啊，对呀、但是其实你看不到，那个时候你想青少年的时候，你就是有那种冲动，就是还在培养你的冲动荷尔蒙在最旺盛的时期，让你不会看不到那么多不可抗力啊或困难什么，看不到，就是有那个冲劲。就是一身魂劲就去了。我现在跟你说那个时候就冲就完了。我答应冲之后，还有这6个月的缓冲期，就是要申请签证，然后又要就等待，就是你没有任何可以做的事情。有2种情况，就是你继续去上学，就在中国继续在中国继续上学，然后等这件事情。但当时呢，你应该是没有等吧？当时。我是真的不想再去学校了，因为我当时确实是这个学我是一秒钟都不想在国内上。学校玩也不开心，然后因为我是体育生，老师觉得我四肢发讨简单，经常针对我，然后又是马上要进入初2接初3那个压力期了，然后中考了，对中考那个期，然后那个假期我已经去了那个学校考察。就我要去那个就是国外的学校考察，我已经就准备装好我的行囊就出发了，然后忘了签证这么难申请，然后直接就开学了。后来发现，哇，这段时间可能还要再去一下学校，我就不去，我脱产，我就去上英语课。但是那个时候我又比较虚荣嘛，就跟大家都拜拜了 say 拜拜了，就是我要出国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般家长都 plan 是让小孩可能高中再走，高中上国际部最后1年再走。OK， 就是在高考之前读那个 A level 这种东西再走。但是如果你要是提前走的话，你就是学校里很酷的人。你知道我应该很虚荣，小孩那个时候很虚荣的时候说，你就是学校里很酷的人，就是那种年轻就有冲劲的小朋友就冲了。但是那6个月我就潜水，太丢人了。然后剩下6个月你还有再见吗？那是他们吗？没有见任何人。在等这段时间培养了我的焦虑，本身不焦虑的，因为要等啊。然后就去了。当时我记得我一直害怕我在机场丢东西，然后你一个人出门 right？ 对，我自己走的，然后没有父母跟着？没有。还有一个同行的就是我父母朋友的孩子，他比我大1级，然后他已经在那个学校读过1年了。然后他跟我们同一班飞机，但是他已经适应了什么的，他就对我们同一班，对，也就这样，他也不理解我为什么焦虑什么的。我一想，这出去也不知道焦虑来源是啥了，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就记得我当时我一直害怕我的东西被偷，就那种 paranoia， 然后我就老检查我的行李箱，检查我的小包包，在那个机场，然后那个哥哥就。Why this girl being so awkward? Yeah. Just like what the hell is she doing? Is she okay? 然后他又不能做什么，他就说 Let's just get on the plane. Don't be so nervous. 对。然后到那里之后就第一个城市你下的 Prague right 捷克吗？对，在 Prague。你去那边的时候什么心情？你能回想起来吗？其实。这种感受我感觉应该会印象挺深刻的。当时去的时候是冬天去的，很冷，然后怎么说呢，也是时差倒的，也是很晕。第1天的时候是早上到，然后其实已经开学了，大家已经在上学了，因为晚到了1天。我还有点 jet lag， 就是在倒时差，然后晕乎乎的。然后你知道，我不知道这些说是不是有点那什么，但你从小看的脸都是这种亚洲面孔，虽然然后你所有的人类模型都开始变了一个新的样子，你会有点脸盲，就是有点信息量过载，就是他先长得这个样子，你先有点惊愕，就像电视小时候看见美剧里的人，真的现在在你面前跟你说话。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现在不是了，已经适应了，习惯了。现在适应了，那会儿只是老外就是电视里的那种明星啊，那种算文化冲击，很大文化冲击。然后还有就是有很丢脸，就是他们经常很 racist 的那个说，他们老说那个中国人长得都一样，但是我感觉白人长得也都差不多，就在你没有看过 enough 的情况下，真的就脸盲的。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叫Rose， 我就跟 Rose 说，这个人他长得还不错。Rose 就说 Are you sure? Actually just okay， 因为那个人是老外，对，然后可能他是河南人嘛，对，他眼里就是在 it's really normal。对，然后如果你要整一个特别帅的嘛，那个就真的特别帅。没错。就包括我发现他们可能对一些他们少见的种族比较少见的，他们的审美也会不太一样，就跟我们
这个属于 majority 的这个审美，它就不一样。因为比如说他们觉得我们在他们那边是 minority， 然后在这边，我们就 see ourselves as majority，right？ 然后就不一样。在那边的国际学校的那个教育跟在中国体系下的那个教育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表面上来说呢，其实就是它可能给你对自己想学的东西有更多的空间，就你可以规划自己的课程，然后或者说你的那个跟老师的互动性会更强。因为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是一个老师对50个学生，可能有的时候会更多。然后我到国际学校那个就是小班了，就相当于20个人，一个班不到20个人，10多个人，那很少，很小很小，就是很针对性的，就是老师对每个人的 attention 会很多，然后关照很多。学校很小，所以就 you get a lot of attention。对，这方面就是我个人体验的。然后课程方面就是可能他会注重更多的 critical thinking， 在什么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和还有就是你生成个人，让你培养自己的思维，自己的立场，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就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样。对，这方面感觉会有点个体主义。是的，个体主义跟集体主义的一个碰撞。没错，就是确实你说的是，这是我文化差异的很大一部分，确实是这样。就是我发现，他们应该都很在意一些 personal space，right？ Yes， 而且他们都很自我，就是自我，就是我，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就是我这辈子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我也可以，这只是你的 basic right。Yeah，as such as 就是。你如果觉得老师说的话有冒犯到你，你是可以 speak up， 你是可以去反馈这件事情的。我想一个更好的例子，我想想，就是他们觉得上学念书是为了找到自己内心深处对生活追求的那一部分。sister， 这个跟我学习的理念完全不谋而合。但我们成长的环境恐怕可能就是你要 get a right job， 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可能父母那一辈会跟你讲这些，还包括老师要很功利性的，就是因为你这样你就要优秀，然后就要有更好的台阶，有更好的平台，这样就是比较 materialistic， 比较物质一点，然后但是我跟我同学他们聊，我真的无法理解，因为我们学费也不便宜，我觉得就是十几万以上的国际学校其实是很贵的，然后我一直是有这种愧疚感，然后爸爸妈妈辛苦工作为了让我读书，那我们中国小孩就是一定要努力奋斗，然后学出一个样子让爸爸妈妈骄傲，然后这样的话大家都为我骄傲。我确实是我出去的时候还是这个理念，然后我出国之后发现欧洲人花着同样的钱，他们在那里找自己的人生方向，然后他就很自我，就是我爸妈不 care 我干什么的，我只要自己舒服就行。我说哇你好不孝啊太OK， 这一点我真的一直都包括在课堂上，他们有的时候对学习的态度可能就是因为我如果那个时候得了一个 C 或者得一个 B， 我会觉得自己很愧对自己父母对自己的付出。你会有？会的，我给自己压力很大的那个时候。可能马来西亚的教育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恐怕还是3个种族在一起，因为那个环境会比较多元一点，也有可能了。但是我给自己的定也是目标，也是因为我在国内这个体系我没有 excel， 就是我知道我是不笨的。如果那我换一个体系，那我一定要成功。I was very hard on myself， 就是我很 determined， 我一定要干出一番新事业，对，一定要证明，就 prove to someone there's I don't know who that person is，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也不知道为谁证明，其实 no one cares。但是我知道了，有种像是很像我之前练体育的 ，right？然后我想说。我感觉在体育里面找不到我自己的位置，然后我就来练艺术。对，然后我想说，我一定要在这艺术领域里面做这一番东西。没错，那我换一个总行了吧？条道路通罗马，我换条路走，才就也能走到。但一定要走到，就是你要告诉大家我能走到。你在捷克那边读完高中，你是读完高中18岁嘛？对，然后18岁，然后到荷兰，荷兰去念。
念了一个念了一个啥？念了一个国际关系和社会学，全称叫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ckling Global Challenges。 The name is so challenging. Very challenging. Yeah. 这么你当初会选择国际关系？因为可能也是浸泡在那个国际化视野，你有很多，你可以跟各个国家的人聊一些就是痛点，就是你会发现有那种求同存异的方式，就是每个国家都有，在我们想再发达，它也有它自己的问题，然后大家都会聊自己回家社会上的一些共同点啊什么，就觉得其实都是人嘛。然后呢，就对这方面感兴趣，又有年轻又有冲劲，就想改变世界，改变自己，然后梦想很丰满，现实有点很骨感。对，像你在这个念国际关系的这个当中，有没有一点微微的一些困难对你来说？非常困难。我当时去了之后就后悔了。哪一个 point 让你觉得有点被也不算劝退，跟你原本想象的有点差别？就是很无力。我自己的处境也没有那么高，我只是卡在中间，但我希望所有人都好，但是我没有那方面他们那么强的背景或怎么样的。但是首先，然后我就更无力了。他们是那种我学一下。我可以不接地气，但是因为我爸爸在 UN， 所以我下一秒我就可以去 UN 实习。我们在 talk about 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大家就说，大家有没有在这方面的 global issues 上有一些自己的个人体验？他说，然后小孩们就是我的同学们啊，就在一个圆桌上啊，我有一次跟我爸爸去一个 UN 的一个活动，就是一个真的就是很 very official. I was helping my dad with his tactic and work at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Iraq when I was 14. 这个只是随便诌一个，但是就是那么小，他就有这个 privilege， 作为一个就是可以接触到这些事情，然后他才可以说，然后才可以然后我就觉得很渺小，一部分是自卑。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但是他们也没有看到根部的问题，他们也没有。然后我就觉得，那我们在这里聊什么呢？就是我在这里学什么呢？我即将进入的那个环境也会是这一帮人，可能还会更加有种像是那种要去选举，那也上面是看不到下面的一些处境在发生什么事情。没错，所以就基本上就是，你就包括当时家里其实也不是很希望我留在欧洲，然后当时欧洲其实至少荷兰吧这方面就是这个专业的就业不是非常的。20几年来的？2020年，当时而且就在读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已经就刚好 lockdown， 刚好疫情，就体验就更差了。lockdown 那一年去的吗？那个荷兰那边，全是王牌，就是王炸倒霉牌。20级，中国20级，2020级的也没好到哪里去。但你那时候，所以经历了这一些挣扎过后，一些困难，你才想要就是休学，还是？其实有部分是主观推进，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不可抗力，就所有的可加在一起吧，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还是回家了。最终吗？回家了。最终还是先回家了，然后就先2021年回家了。21年回的家，也是先隔离嘛，然后就说到刚才就是去申请实习啊，然后机缘巧合，就是不知道 where life will take me， 就是生活会把我推到哪里去了。因为当时确实有很多不可抗力，疫情的时候你觉得很多事情都不受你的控制嘛，你就在可控范围内做自己该有的选择，然后就发生了就是之后的一切嘛。那个算休学吗？其实当时是一直在休学，然后后来去了北电之后，它是有一个休学就是有效期。就是你有效期你不回去的话，他就给你先就是停止了，你要重新再 apply 什么的，或者你可以把他的成绩啊先留着，你应有的成绩留着，然后你就要转到别的学校，你要找下家了，他就不要你在那个学校继续上，是这样的。然后当时我在北电刚上了本身是计划是1年嘛，结果上了2年多，因为北京那个时候又不停的又疫情又反复，然后又封控又这样，然后就延续了，那又是一个不可抗力。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就基本上那边还有一些上了的课读过的分，就是那个学校已经不是那个学校的成员了，就是要找
另外一个学校看如果能收，就这种。那你想说你的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因素吗？你想聊这个吗？客观因素就疫情啊。疫情，然后包括其实疫情对我家父母财政方面压力很大，有影响，有很大的冲击。就是当时就在想，要不我们就先停一下。我当时也有跟他们聊这件事情，就说基本上在上大学之前，其实已经就是在说，要不我就先回来一下，或者我去 gap 1年，我去找个地方就是做那种 au pair，你知道吗？就是 au pair 带小孩 ，OK， 就是在住家带小孩，给他做这种家教或者这样子，还能基本上不用为我担心。然后我父母他们当时他们也接受不了 gap 这个理念，他们就觉得你就好好读书，你不要担心我们的事情。那所以你现在你表演完了嘛 ，right？然后你就是之后要去，还是需要去完成一些实际的一些人生一些学业发展。就是还是要把自己放回框框里。那你打算去哪里来的？我去新西兰，然后也就是把那个之前没有完成的学业继续完成嘛。虽然已经25岁了，完成完了之后就快30了，但是就也还好，也好。那你去那边是学那个心理学吗？其中的一个方向是心理学方面。就major 了。major 它是几个 major 加在一起？它是2个，可以选2个。2个 major。但是你在第1年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学你想学的课，然后这些课如果你想把它变成，就尽量先往你想学的 major 那边选。然后如果你想换 major 的话，这个课就会变成你的一个选修课。什么学校啊？奥克兰大学。有兴趣的朋友，有没有学长学姐给我传授一下经验也会好一点。为啥会想选心理学？心理学我觉得也是跟你过去有啥关系不？略说，肯定是有。其实有一部分冲击是荷兰的心理健康医疗非常发达。荷兰的心理健康医疗是非常发达的 ，mental health therapy 这样子啊，就 mental health care， 它是可以叫 health care 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医保里是包含心理咨询的。所以它是可以 claim 的。对，很多的医保它是，就我不太确定，因为不是本地人，但是给我的那个印象就是它的这方面福利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是一个爱抑郁的国家，就他们确实就是 seasonal depression 是一个非常常有的事情，就像感冒一样，所以他们这方面的各方面是非常发达的，然后你也需要的 support， 它就会有很多 professional， 然后当时也给我了。就这方面也是一个冲击嘛，因为你有去找过 mental health care 吗？你在那边有，而且他们觉得聊这个你的 mental health， 或者说你在跟哪个人心理咨询，对于他们来说就像你去找哪个医生看你颈椎病一样，就是个非常平常的话题，很 normal 的一个事情。是的。然后当时也受那边影响，我觉得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像感冒一样，就一直有点感兴趣嘛。因为确实我觉得了解一下心理健康知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比较重要。就回来之后也去查了一下自己各方面这方面健康，然后发现自己是有 ADHD， 然后他 ADHD 确诊还有分高中来 level high level， 对，是会有的。我好奇哦，如果你在知道你自己有 ADHD 这个情况之后，它会不会变成一个 excuse？ 你觉得什么方面的 excuse？ 就是可能你做一些 mistake， 或者像你做一些可能别人理解不了的东西。然后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会把这个称作是 excuse？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误的，所以我觉得我才会把它称作是 excuse。可能对你来说，它这个不算是一个 excuse， 就是你一个正常的一个行为。我现在读的这方面的资料还不够，可以就是给你一个全面的，就是我们这样的 brain， 我们这样的这一类人，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行为或者怎么样，就 scientifically。但是我可以想说的是，就是确实会有这方面的感觉，就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会让人觉得你没有在认真听他说话，但其实是我们没有集中的能力。我只能给你解释我的 case， 就是因为我每个 ADHD 都不太一样。我的 case 就我们现在要专注的聊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的脑子里已经开始同时有10件事情，我的注意力在10件事情上都在开着，事情都在开，都在开着，都在想，都在开太了。他有的时候会在，但是我的主要的能量是在我跟你聊天这件事情上，但是我的也不是潜意识，在后面的有一些
优先级比较靠后的事情，它也在后面排队。你可能也不是说那么可怕，你有无数个触角在干这件事情，但是它会一直回来的。就是他会我跟你聊一会儿，后来他又分散又过去想这件事了，或者我跟你聊一段时间，外面飞过一只鸟，我发现了，然后你注意力就跑过去了。这些很多就是不是自己受控，你在发现那一刻已经晚了，就是你的注意力让别人看出来已经可能在没有听，你是不是又犯错了或者这样？你比如说谈恋爱。你说你怎么不理我？就这样，他会有很多分歧的。那就是怎么样才能跟他们沟通，也是学了很多，就是经常要跟朋友说，我其实在听，只不过我可能为了保证我的专注度在这里，我需要以这个状态出现，但是我是在听的。我想告诉你，你就说就好了，我在听。或者有的时候你在跟我说一件很长的事情，或者比如说这个人说话很慢。你就开始分神了，然后你就一定说不好意思，我真的很努力的在听你说话，但是我自己的注意力刚才分散了，所以你可以再帮我说一下，我真的很想听清楚你刚才说了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要经常反馈到的，要学会反馈，就是你在发现自己分神之后，马上就要反馈。就是如果你处在一个 multitasking， 你会更专注吗？我忘了那个词叫什么了，我还在了解自己的路上嘛，所以我现在找到的方式就是，也不能说是 multitask， 我们 very good at hyper focus or not focus at all。hyper focus 就是你干一件事情，你可以就是全马力，就是不吃饭就在这里一直做把它干完，然后之后你就没有任何能量去做任何事。还有一种 not focus at all， 就是你就是啥也不想干，然后只干会儿5分钟这个，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收拾行李那样子。就这两种，就 multitask 其实给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其实是你需要做一个很 autopilot 的事情，比如说听音乐再去写东西，会更容易让你注意力集中。然后 ADHD 我是很喜欢在白噪音或者很多嘈杂的环境里，我很能集中注意力。在全部安静的情况下，你就是和自己的那些 thoughts 和1000个 idea 跟独立的对话的情况下，你还要只能你要专注的干一件事情，就会比较难。你觉得你是高敏感的人吗？因为你学表演了嘛，学表演了应该都会自然而然对外面的东西 sensitive 很高。我非常敏感，你可以读空气，你很适合去 Japan。什么 ？Japan 有一个字叫读空气。read the room. Yeah, read the room. 你很会 read the room, right? Some people will call it overthinking, but most of the time I wasn't wrong. So I would say I'm pretty good at reading the room. 但这种能量会不会困扰到你？非常困扰，经常会很累，经常会让人觉得自己是想太多。因为你的敏感是根据你的感知力，是有依据的感知力。然后很多情况下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只有我看到了？我是不是有毛病啊？为什么别人都看不到？为什么只有你？为什么大家都这么钝感？为什么只有我这么敏感？经常被人说you're so sensitive。这包括也会形成一些讨好性人格吧，就是怕别人说我敏感，所以就会经常装作不 care 这样的。好，那今天的那个节目呢就到此结束。那非常谢谢橙子今天来上我的节目，我的好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就是青少年到欧洲，然后去留学，然后经历的这一些连串的事情。如果有非常感兴趣想要了解更深的朋友呢，可以在下面comment让我知道，或者是留言告诉我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会把它 tag 在那个 description box 里面。在简介那边可以找到他，就是非常谢谢他来上我的 Some Reason 的一个节目。你知道为什么叫 Some Reason 吗 ？For some reason I met you。谢谢你采访我，不客气。那我们下一期影片见，拜拜。拜拜。你过来吗？你要来这里吗？你怎么还碰瓷呢？他知道我们在录东西吗？他应该知道我们。他一坐下来，他就一定知道。可以待会儿再那啥吗？他就知道，他就。